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又到了调整夏令时间的时候了。就在这个礼拜天，3月14号凌晨2点钟，大家必须把时钟调快到3点钟，也就是我们要少睡1个小时。今年的夏令时间就来到了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或许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最后一次调整夏令时间了。今年比较特殊的是，在加拿大安大略省，夏令时间可能永久化，因为在去年2020年的11月，安大略省政府通过了立法，将结束每年更换2次时钟，使得安大略省的白天成为永久性的时间。但是这种变化只有在邻近司法管辖区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发生。由渥太华人民党议员所提出的时间修正法案，在去年加拿大议会3读通过，但是安大略省总检察长还是必须和魁北克省以及纽约协调，让这个法案生效。安大略省的议员强调，结束每年2次时间调整的好处，包括有在晚上给居民更多的日光时间来消费，也就是说，这次有可能是安省政府最后一次调整夏令时间，但是在亚伯达省还不是最后一次调整夏令时间哦。卡尔加里市民必须在当地时间2021年的3月14号凌晨2点的时候，将时钟向前调整1个小时，变为凌晨3点钟开始夏令时间。而到了今年2021年的11月7号凌晨2点，再把时钟调整回来1个小时，变成凌晨1点钟，再度开始冬令时间。采用夏令时间有助于人们可以充分利用阳光，节省能源，减少交通事故。但是也有批评的人认为，夏令时间的前后调整所带来的变化可能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，尤其会影响幼儿和老年人。调整时间会带来比较高的社会成本，对交通部门的影响特别巨大。除此之外，加拿大西部的卑诗省虽然已经通过了全年采用夏令时间的法令，但是仍然必须和南边的美国各州以及邻近地区协调后才能实行，所以卑诗省今年也不能实施全年采用夏令时间的政策。虽然大部分的加拿大省份都希望能够实施全年夏令时间制度，但是 Saskatchewan 沙省则决定不跟进，继续采用冬令和夏令时间的旧制。至于时间的改变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？根据专家表示，当时间变化时，有些人的身体内部时钟会受到冲击，就像穿越时区的时差一样。研究表明，对内部时钟的干扰会导致心脏病发作、中风、体重增加、焦虑的发生率增加，并且导致工作场所受伤以及车祸等等。因此，如果您在这个星期天3月14号必须早起上班或者出门的话，一定要提早1个小时起床哦。同时提醒您，在3月13号星期六的晚上早点休息，好让您的身体多一点时间来适应新的夏令时间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